离开飞来时，我沿着怒江美丽公路继续往北上，没走几公里就到了老母灯和栀子罗的岔路口。老母灯和栀子罗可以说是到怒江旅游的必到景点。这是一条盘山公路，从怒江边的219国道到老母灯，海拔会从1300米拉升到1800米。这条新修的道路路况很好，但山路18弯，这里山壁陡峭，在雨季要十分小心落石。老母灯是一个怒族村落，它位于碧螺雪山的半山腰，东以碧螺雪山山脊为界，南接栀子罗村，西面就是怒江。老母灯是怒族语的音译，意思是人喜欢来的地方。这是一座建在悬崖边上的古老村落，依山而建的房子鳞次栉比，一些民房也改为了客栈，部分客栈也有自家的小院子作为停车场，但是村道狭窄，会车极其不方便，所以还是建议修建一个停车场，方便游客停车。老母灯这个地方啊，像我这么大的车确实不好停，只能先停在路边了。天尽怒江，心灵呼吸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有一块牌子，写着栀子罗记忆之城，还有4公里，往这个方向。现在呢，先看一看老母灯。在村子里，你能将大峡谷的美景尽收眼底。站在1800米海拔的高岗上，可以眺望对岸高黎贡山状若皇冠的奇峰，这就是海拔2900米的皇冠山。皇冠山因形似皇冠而得名，在群山之中独树一帜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。老母灯是观赏皇冠山的绝佳位置，有很多人因皇冠山慕名而来，一睹皇冠山的壮丽。我升起无人机想飞过去一探究竟，但无奈距离还是太远，如果硬要飞过去，无人机可能就有去无回了。老母灯，中国最美村寨。现在这个村子里面呢，也是有很多客栈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啊，没有停车场。就算有停车场的话呢，停车也是很难，因为我的车体积比较大。这里全部都是客栈。这条小路啊，现在还在施工啊，这边在修一个公共厕所。我刚刚啊走错路了，你看这条路呢，车子可以直接到达，但是呢会不了车。教堂就是在这个大门里面，教堂的旁边呢好像在搞什么活动。由于这里地处高海拔，所以视野非常好，几乎任何一个角度都是美景。怒江整个州只要是有人居住的村落，几乎都会有一座教堂。不过老母灯的基督教堂几乎是全州最漂亮的。如果恰逢礼拜时间，别错过到教堂聆听无伴奏的唱诗。只可惜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并没有在此逗留很长时间，所以与这天籁之音无缘了。大门紧闭啊，不能够进去里面参观。最近还在装修。神爱世人基督教堂，教堂完工于1996年，青砖墙、红漆木窗、铁皮屋顶，相较于其他教堂并没有特殊的地方。但特别的是，村民唱圣歌用的是傈僳语，傈僳语圣经也为怒族信徒所共用。在圣诞节前后，教堂会有连续几天的庆祝活动，以圣诞节当天最为盛大。游览完老母灯，我驾车往海拔更高的栀子罗进发。2个村落相隔并不远，只有4公里，建议自驾游的朋友可以在同一天游玩。栀子罗在傈僳语里是好地方的意思，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，叫记忆之城。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多少有些伤感呢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栀子罗的故事。1000多年前，低羌的一支乌蛮部落后裔从澜沧江翻越碧螺雪山，到达怒江之上的栀子罗繁衍生息，他们称为怒苏，是碧江怒族的起源。以前从古南诏国经栀子罗，再翻越碧螺雪山，到达高黎贡山，只需要1天就可以进入缅甸。自此，栀子罗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集市之一。在20世纪，栀子罗曾做过怒江州的州府和碧江县的县城。别看它如今山高路远，交通不便，在1962年宝山至怒江的公路通车之前，
它可是怒江峡谷的物资运输枢纽，前往怒江只能从澜沧江边的营盘翻越碧螺雪山到栀子罗。这条线也被称为茶岩古道或盐马古道，串联起了三江并流地带的丽江、诺邓、福贡，甚至缅甸和印度。但半个多世纪前开通的新公路绕开了栀子罗，随着茶岩古道的没落，栀子罗的交通优势不在。1974年，怒江州府迁到江边的六库。不久后，有专家分析出栀子罗有山体滑坡的风险，这件事给他带来了致命一击。因为担心县城被埋，1986年栀子罗所在的碧江县城被撤销，村民迁出后改为匹河乡下辖的栀子罗村。可是30多年来，滑坡并没有发生，但栀子罗的时光却凝固在那一年。20世纪70、80年代的建筑还像幽魂一样矗立在这山巅之上。刚进村子就可以看到标志性的建筑碧江县图书馆，因为这栋建筑有8个角，所以当地人习惯称它为八角楼。八角楼建于1986年，建完后从未启用过，当时还特地从大理请来工匠建造。建成后还没来得及放下一本书，县志就被撤销了，现在被改成怒族博物馆，但仍然是关闭的状态。这一座就是栀子罗最具代表性的建筑——八角楼。你看一下这个阶梯啊，有多高！怒族博物馆，同时还是怒江州的图书馆，可惜大门紧闭，没有开放。虽然说里面呢是不能够进去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八角楼的外围啊，还是有楼梯可以上去的。怒江这个地方的天气啊非常奇特哦。假如说就在怒江的边上的话呢，那里的海拔大概就是1300到1500左右。现在上到栀子罗这里呢，海拔大概就是有2000左右，所以这上面的空气啊非常凉爽。你看，它是有那种遮光布，所以里面啊放着什么东西呢？完全不知道。这一座八角楼啊，同时也是栀子罗的最佳观景台。看一下这边。这里除了八角楼以外啊，还有好多老建筑。不过这些建筑啊，全部都是空置了，同时呢也是危房。这一座的门啊是开着的。当年撤县只是撤走了行政单位，后来远近乡亲们又陆续搬进了各单位废弃的旧屋，街道两侧都是过去的单位建筑，旧建筑当中穿插着新建筑。栀子罗也有客栈，但是逗留的游客很少。如今的栀子罗依然保持着上世纪70、80年代的格局和风貌，八角楼青砖白墙的建筑，让人恍然回到了过去，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，因此它被称为记忆之城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20，已经来到福贡县了。这里是福贡县的游客中心，车子停在这里。你看旁边呢还有一座瀑布。沿着怒江一路走来，很少看到有这么大的停车场。今天晚上呢就在这里过夜了。